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前几天呢，小珍有个小伙伴在爱马仕官网上疯狂的抢包，居然被他抢到了一个菜篮子包，我也真是佩服他。但是没想到呢，过了几天他收到货之后呢，就开始纠结了，给我发来图片。原来呢是一个银色的真皮皮质搭配了金色的五金配件。一个冷色调和一个暖色调配在一起吧，总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他就开始各种纠结，问我到底要不要退。小珍大手一挥，退。为什么呢？因为小珍在买的过程中走过很多的弯路啊，也吸取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那么今天呢，就借由这个爱马仕的包包来分享我总结的其中8条。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这样能够增加频道对小珍推荐的几率。作为一个新的视频博主，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助，那就感谢大家啦。我们开始吧。先来问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哦，大家一般买一个包或者买一双鞋、一件衣服，最喜欢的那个瞬间是什么时候？答案就是你刚刚买的那个瞬间。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对不对？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这个是我的一个 YSL 的 Lulu 的包，这个包我应该买了有8、9年了。当时呢，我特别疯狂的迷恋这个款式，然后全世界找都没有找到。最后呢，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啊，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呢，正好在他们的一个实体店里面看到，然后就立刻拿下，而且还是7折。哎呦，可把我高兴坏了，觉得这一辈子我最爱的包就是它了，不可能再有第2个包取代它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晚上回家呢，把它放到酒店的床上，它就静静的在那里，我看着它都觉得特别的开心。结果呢，用了1周，那虽然也是很喜欢吧，但是肯定就不如刚买下来的那个瞬间那么喜爱了。然后再过了1年、3年、5年，一直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最爱的包都换过好几茬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人的品味和审美会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发生改变。那最重要的就是喜新厌旧是我们的本能啊，再爱的东西，过几年总是会有更爱的东西出现来替代它的位置。分享这个小故事，就是想跟大家讲，你最爱的这个东西的瞬间，一定是你刚刚买下的那个瞬间。之后呢，你的喜爱之情会慢慢减少。那么回到开头，我朋友收到的那个包包的问题哦，如果你一开始就纠结说皮质和五金件不配啊，或者你买的新衣服就开始纠结这个颜色是不是显得我黑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小啊，那个是不是有点大？如果你一开始就纠结各种犹豫，那么真的等你收货之后，你只会越来越不喜欢，你只会把它的这个缺点无限放大，越看越不顺眼。相信我，所以买东西的第一原则就是你在下单的这一刻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喜欢，否则就不要买。最近呢，小珍分享了不少新品的开箱测评的影片，有不少朋友给我留言啊，问我，小珍啊，这个裙子我买小号还是中号？这个裤子我穿会不会太长啊？那个西装我买蓝色还是白色？我的统一回答就是全买。2个尺寸、2个颜色，通通下单，买回家之后慢慢试，然后把不合适的退掉。这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购物的原则，吃不准颜色和尺寸的情况下，全部都买下。你看我刚刚下单了 Evelyn 的裤子，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够保证哪个尺寸更适合我，所以我索性下单了2个不同的尺寸。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小珍的性格很豪迈啊，或者说我很有钱啊，恰恰相反啊。我是一个超级纠结的人啊，尤其在工作方面啊，大家看到的那些视频，我为了做一个封面可以纠结3小时，或为了一个字号或者一个标点符号反复的折磨自己啊，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正因为我在工作上超级无敌纠结，所以我会尽可能让自己在小事上不纠结，比如说买东西，这么小的事情真的不值得我花脑细胞，不是吗？只要是可以退的，大家就不要再纠结了。什么尺寸、什么颜色都搞下就行了嘛，而且很多店家退货都是免费的，就算不免费，自己付个7、8美金，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可比浪费我们珍贵的脑细胞要强太多了吧。所以大家别纠结，全买了，然后回来慢慢试，慢慢退。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能退的，而且单价比较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会采取的一个原则就是 sleep on it，就是老娘先睡一觉，明天起来了再说。
那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在多年打工的经验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当你碰到一个特别难的一个事情或者是突然走进了死胡同，怎么都走不出来的时候，索性先去睡一觉。等到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看待同样的问题呢，就会有新的角度，说不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实在决定不了，然后又不能退，东西又很贵，那这时候呢，索性就不要想了，先回去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如果还是很喜欢，那就把它拿下；如果觉得也就差不多吧，那就索性不要买。但是可能会有小伙伴会问如果第二天起来这个东西已经卖光了怎么办呢？那就说明缘分没有到，因为买东西也是要有缘分的嘛，那就 move on， 下一个会更好。以前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只会考虑好不好看。比如说我以前买了一条时髦的半裙吧，特别开心，然后回去一搭配，发现自己没有上衣可以配，然后开始寻寻觅觅买上衣，好不容易买到一件上衣，刚刚搭配完准备出门，发现完了没有鞋子。那这时候呢，再要去买鞋，本来只是想买一条半裙的，最后变成了半裙、上衣和鞋子都买了。所以我现在买衣服的时候呢，就会想，这件衣服是不是能够跟我衣橱里现有的单品搭配在一起，至少有3种不同的造型。那这个时候呢，我才会把它买下来。比如说我之前分享过那件蓝衬衣，正是因为它可以和我衣橱里面很多现有的单品搭配在一起，有很多不同的造型，所以我就把它拿下了。这样呢，也可以通过一件新衣服来盘活衣橱里面的一些旧的单品，不仅穿搭有新鲜感，而且呢，非常的有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连衣裙或者是连体裤怎么办呢？这时候我就会看能不能通过鞋子包包还有配饰，打造出不同的造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如果可以，我就会留。比如说我之前开箱的时候分享过的这条连体裤，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鞋子、包包和配饰，打造出职场、海滩和休闲等各种不同的造型。所以这条连体裤我毫不犹豫的就拿下了。当然有一些衣服是例外啦，比如说我之前分享过的那条 Donna Karan 的红裙子虽然它只能够搭配高跟鞋，而且穿的场合呢也是相对比较正式的，但是因为我平时呢是有拍照和参加 event 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有1-2件这样的战袍还是必须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来选择就可以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但是又很想变美，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便宜的东西。我那时候的口头禅呢，就是反正便宜，随便买买。结果发现衣橱里面全都是质感很廉价的便宜货，上身效果呢还不怎么样。这些便宜货看着是便宜，但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挺贵，完全可以买1-2件比较好，能够穿的时间更久的经典款式所以我后悔不已至此以后呢，我就对自己说，不要因为单价低而买。我现在买东西呢，更看重的是单次穿着成本。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件大衣吧，买的时候呢是咬牙买的2000美金非常的贵，但是因为它面料很好，版型也很好，所以这件大衣我觉得至少可以穿10年。而且呢，因为纽约的冬天非常冷，所以这样的大衣呢至少可以从11月穿到4月，因为它面料好，所以很保暖，大冬天也能够穿。我们就算每周穿1次吧，这样的1年可以穿24次，每一次的穿着成本是8.3美金。那么相反呢，比如说我买一件比较便宜的大衣，我们就算300美金吧，因为它面料比较一般太冷的季节穿不了，我们就假设它每个月穿2次，可能穿2年这件衣服就不行了。那么这样的穿着成本呢，单次是10美金以上。那这2件衣服就可以看到，明明2000美金要贵很多，300美金便宜很多，但其实单次穿着成本来讲呢，贵的这件大衣反而是更加划算。所以有的时候呢，便宜反而是种贵。当然了，我在这里并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件上千的大衣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贵一定是好的，而且每个人对贵的定义是不同的。这里其实我想要表达的点就是，不要因为贪图便宜而买自己适合的、利用率更高的，这样的穿搭成本反而会更低，反而是种变相的省钱，而且更环保。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买东西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一碰到糟心事就会疯狂的买一大堆，然后呢再回来看看我的钱包，觉得自己特别的傻。但是后来呢，我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东西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购物呢，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生活的主动选择。人们借由买东西呢，提升对生活的掌控感。对于很多人碰到糟心事，或者是生活和工作好像有点失控的时候呢，都会无意识的去买东西，这样呢，就好像能够增加对生活的掌控感。所以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东西就不会再苛责自己了，反而我会有意识的去买一些东西。但是我不会去买那些大件哦，什么名牌包啊、名牌手表、名牌鞋这种太贵了，很容易买错。我就买一些小东西啊，比如说买一个盆栽啊，或者买一个指甲油啊，或者买一支口红啊等等，小小的，不是花很多钱，但是呢，通过购物这个动作，感觉啊，一切尽在掌握中，我的生活还是由我来控制的。所以大家不妨试试看这个诀窍，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一点小东西。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小珍啊，你的衣橱是不是很大？恰恰相反，我的衣橱很小，甚至可能比很多普通的女生的衣橱都要小。那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这2年经常跨洋搬家，所以养成了定期断舍离的习惯。另一方面呢，我现在租的这个曼哈顿的公寓特别的小，所以没有地方让我放了，所以我东西就很少。所以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买一件出一件。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件黑色西装吧，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衣橱里面所有的西装都拿出来，一个个比划，然后呢，挑出一件我最不喜欢或者是上身最不好看的西装拿出来，断舍离掉。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这个衣橱的总体数量不变。当然了，不是说100%都这样，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让我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呢，脑子里面也会稍微克制一点啊，不会疯狂无节制的买一件出一件，大家可以试试看。有一阵呢，我特别喜欢去古着店买东西 ，vintage 东西嘛，大家都知道，因为都是孤品嘛，而且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我经常因为怕错过而买东西，结果呢买错了一大堆啊。后来呢，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好东西买不完。我以前觉得她很啰嗦，然后觉得她又小气又节约，哎呀，什么都不懂。但是呢，那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她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哦。我妈一直说好东西买不完，难道你要把所有衣服都买回家吗？确实是这样，你再喜欢的东西你不可能全部买回家的呀。所以呢，如果真的错过就错过了呗，下一个会更好。所以大家以后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再想，我这个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啦，就是一定要跟自己讲，错过其实没关系的，下一个会更好，不要因为怕错过而乱买东西。好东西买不完。最后一条，买错了怎么办？那就买错了呗。因为只要买东西就肯定会买错，但是这个买错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一个自我成长和自我摸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品味和审美也得到了提高，就当是学费好了。那你真的买错呢，也不要放在衣橱里面吃灰，每次打开都觉得心情很糟糕，记得及时断舍离就可以了。之前呢，我也做过一个如何断舍离的影片，大家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啦，我这里也做一个总结，供大家截屏用。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到留言框里面跟大家讨论起来吧。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这样可以增加频道对小珍推荐的几率。作为一个新的视频博主，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助，那就感谢大家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